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胖妮继续讲《如懿传》，今天咱们唠唠剧中人的自我认知，大致分有4个层级，由低到高，分别是：1. 不知道自己不知道；2. 知道自己不知道；3. 不知道自己知道；4. 知道自己知道。听起来像绕口令了。那么《如懿传》中的嫔妃们分别处于第几级呢？咱们继续往下说。第1，不知道自己不知道，代表人物纯妃、淑妃等，不知道自己不知道，说白了就是没有自知之明。这样的人在后宫这种险恶的环境中，往往会被人当成棋子，结局悲惨。《如懿传》中的纯妃苏绿云、淑妃奕欢、玉嫔以及阿若等都属于这个层级，其中以纯妃为甚。纯妃虽然多子，但她一直不得皇上喜欢。至于为什么不得皇上喜欢，纯妃恐怕是不知道的。她以为皇上不爱她，仅仅因为她家世差，因为她的3皇子被养废了，在皇上面前不得脸，甚至以为是因为她之前无意中丢掉的那一枚钗子。其实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，皇上不爱纯妃的根本原因是她不够漂亮，同时又不聪明。纯妃看自己和看自己的儿子却都是带有滤镜的。皇上说3皇子发育迟缓，背书太慢，纯妃说3皇子还小，再长长会好起来的。如果这话只是用来安慰皇上倒也无所谓，但他自己显然是信了的，否则他哪来的勇气让3皇子去争太子之位，哪来的勇气想要和如懿争做皇后？不自知也使他的孩子跟着遭殃，而且越是受他疼爱的孩子越是遭殃。3皇子是纯妃的第1个儿子，也是被他寄予厚望的儿子，亲自教养指导儿子成长，做儿子的引路人，这样的待遇恐怕也只有3皇子才有。正因为如此，当海兰使计误导3皇子说在富察皇后的葬礼上不哭才显得坚强的时候，3皇子第一时间把这件事说给了纯妃听，纯妃却直接把3皇子带坑里了。可怜的孩子，虽然资质差点，但本性也不坏，若能摊上一个有自知之明的额娘，当一个闲散的王爷，日子也不错，何至于年纪轻轻就忧愤而死呢？除了纯妃之外，淑妃也是辈不自知，害惨了的女人。论聪明程度，她和纯妃半斤八两，不分上下。但淑妃漂亮，这让她更加自信。皇上派人以赏做胎药为名，给她送避孕药，淑妃就信以为真，还以为这是皇上对她的偏爱。最后得知真相的她受不了打击，自焚身亡。其实在后宫中处于认知第4级的妃嫔很多，她们大多有那么点引以为傲的资本，像纯妃的子嗣和淑妃的美貌，但也正是这点资本给了她们不切实际的幻想，让她们在毁灭的道路上加速前行。第2，知道自己不知道，代表人物魏嬿婉。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到知道自己不知道，这一步非常难以跨越，他需要清醒的头脑和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。所以虽然《如懿传》中的魏嬿婉坏到毫无底线可言，但她身上具备的一些特质却非常难得。魏嬿婉无疑是一个清醒的人，从她第1天走到皇上身边，她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也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板分别在哪里。一般人当着下人的面被皇上和如懿指出连白瓷和甜白釉都分不清，是很值得羞耻的一件事。如果换成高贵妃、阿若这样的人，更是要对如懿记恨在心的。但魏嬿婉是怎么做的？她从翊坤宫跌跌撞撞走出来，边走边说，我不会，我可以学呀，总有一天娴妃会的，我也会。在木兰围场，因为不善射箭，魏嬿婉遭到了颖妃等蒙古嫔妃的嘲笑。换成旁人，这么丢脸，可能就会泄气了，甚至从此以后再也不碰弓箭了。但魏嬿婉却在别人离开之后，站在那里整整练了1天，连手被磨出水泡也不停歇。知道自己不知道，并且能够拼尽全力去弥补自己不知道的缺陷，这样的人注定不会碌碌无为。作为对手也是非常可怕的。第3，不知道自己知道，代表人物海兰。海兰同样出身不高，也有魏嬿婉那股积极上进的劲头。在咸福宫，她屋里衣食不足，煤炭也供应不上，她却一有空就看书，
丫鬟劝她休息一会儿，她说：“姐姐让我多学习。”海蓝的强大，胖妮在之前的影片讲过，感兴趣的小主可以再去看看，影片链接会附在片尾弹窗中。海蓝与纯妃淑妃的过于自信不同，海蓝很自卑，她觉得离开如意，她护不住自己。后来，在如意的鼓励和启发下，在皇后、高贵妃、嘉妃、阿若等众人的激怒下，海蓝的小宇宙终于爆发。她不但轻而易举就得到了皇上的宠爱，顺利怀孕，还通过这个孩子把如意从冷宫救出来，成为如意身边最强辅助。第四，知道自己知道。代表人物颖妃、如意和颖妃也都很清醒，相比于魏燕婉的痛并清醒着，如意和颖妃是因清醒而从容。颖妃也曾受皇上宠爱，但后来她不受宠了，可曾惊慌失措？可曾一哭二闹？可曾黯然神伤？都没有。在这危机四伏的紫禁城，颖妃是为数不多的活得从容的妃嫔。尽管她比如意、海兰甚至魏燕婉年纪都要小很多，但是出身大家族的她，第一，有强大的娘家撑腰，心中有底气；第二，见惯了颜玉玉下的母亲和使尽浑身解数争宠的姨娘，对于恩宠来去，情情爱爱看得很开。她很明确自己来紫禁城的目的，与这目的不相关的事物不多纠缠。她对自己背后的母族势力也有客观的估量，每次站队也好，与别人冲突也好，和皇上顶嘴也好，看似鲁莽，都精准地落在这势力范围内，绝不逾越。这也是她能够平安活到最后，并得以抚养魏燕婉的2个孩子的原因。而如意的从容，则来自于她内心的坚定。如意虽然很爱皇上，但是相比于嘉妃、淑妃那种恋爱脑，如意的爱再大，还是大不过自己为人的准则和信条。无论在韩香见的事情上、凌云彻的事情上，还是水玲珑的事情上，如意都做得非常坚定。她也坚定地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，只要是对的，如意是可以违拗皇上的意思，丧失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的。她知道自己对前路的选择毫不犹豫，知道自己底线明晰，知道自己必须如所想的那样去做，否则就是违心，也知道违心的后果自己不能承受，所以他就做了。至于做了之后的结果，很显然也在他的预期之内。其实人生最难得就是处于低处时，像魏燕婉一样，敢于直面自己的不足，积极上进；处于高处时，像颖妃和如意一样，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淡定从容。也如《甄嬛传》中的端妃，低谷时不动声色，如春起之苗，不见其增，而日有所长。根扎得越深，飞得就越高。世人常说难得糊涂，可不是叫人真糊涂，而是心中有数，在细微处不纠结。实际生活中，任何时候都要醒着，才是真正的大智慧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